这才是狂到极致的一杆。当贴库黄球径直冲向戴尔，克鲁斯堡立刻陷入狂欢，唯独赛大师一个人暗自神伤，因为本来自己占尽了优势的局面，不仅小比分绝对领先，而且红球也基本都是死球。奈何突然神智不够清醒，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看着晃荡未尽的红球，而比兄还是难掩失落，但是他却丝毫不慌，因为现在的局面，就算送上一个袋口红球，即便强如火箭，也不可能做到一杆制胜。选择直接叫黑，那就是先尽可能的追回8分，然后再用塞尔比最引以为傲的防守，彻底击垮塞大师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来看看第一杆做球效果如何。漂亮的3库回防路线，而且力度更是恰到好处。无奈旋转给的不够，不仅母球没能藏到黑球身后，现在还露出一杆远台。人最本质的区别，一个追求极致的安全可控，一个就是要将进攻贯彻到底。说他们是斯诺克最强的矛与盾，应该没有人会反对。但是偏偏火箭一旦手感在线，即便塞尔比是最坚固的盾，也难逃粉碎的命运。真过瘾，5分点也是抬手就赢。但是现在局面越来越难。红球角度小到忽略不计，只能用超强发力的斯登强行叫位踩球。果然不会这么顺利，只能说球是圆的，谁也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来临。不过好在运气不赖，而比兄没有丝毫可以进攻的机会。塞大师这杆失误有点太不应该，红球2库没能避开粉球，虽然漏球的角度非常极限，但是对手可是火力全开的火箭，而比兄非常无奈的走回座位，而这一次坐下，恐怕就再也没有决定胜负的关键球。虽然明知道防守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可还是摆出了强拼到底的进攻架势，而比兄满脸的不可置信，又不是什么杀父之仇，怎么每次都要拼上老命？塞尔比彻底无语，我们辛辛苦苦训练到巅峰，难道就是为了迎来火箭的天赋虐杀？真是太不公平。但是面对这样的角度，还是一颗如此重要的关键球，火箭的表现又不得不让人打心底里佩服这个斯诺克为他而生的男人。也许就是老天派下来，不断刷新我们对斯诺克的认知。And he's up walking, so it's in, and he needs the brown, blue, and pink. Oh, we need to slow down. Just about okay. Big turning point this could be in the match. 你还记得这最绅士的颤抖吗？就连摄像机都没有发现的情况下，老马主动要求裁判给他罚分。要知道这可是火箭的赛点局，就因为球杆和母球的细微触碰，马叔很可能会被火箭绝杀。其实只要他不主动承认，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不过刻在骨子里的素养，绝不允许他有任何偷奸耍滑。但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赛后所有人却觉得火箭更加绅士。这2个老宝贝真的给斯诺克做了最好的榜样。哇，这母球还差点摔了。老马这杆加了很强的旋转，但倒霉的是母球直接吃了带脚。再看红球的落点，大概率是要一个惊天大漏。这样的球型交给火箭，马叔已经算准了自己被淘汰的命运，满眼不舍地望着台面。作为缠斗了一辈子的战友，生涯51次奥巴马大战，仅赢下了可怜的13次，谁都不会知道他有多渴望拿下火箭。而且这还是最高规格的世锦赛。现在台面最后的难点就是这唯一的贴库绿球，但是火箭接下来的操作再一次验证为什么他是历史第一人。反超，哎，这是什么线路啊？是 K 球啊，直接 K 球了。这是科学吗？就没想明白啊，没想明白。不是很科学，但是霍老师做的很多事儿不需要科学来解释。宁愿放弃连续进攻的机会，也要先优先处理库边的难题，为的就是和老马来一场痛快的肉搏大战。只要谁能在防守大战中优先拿到机会，谁都有一杆清台的可能。上难度，从抢13局到抢1局，再到现在的抢一颗黄球，看看老马还有没有绝世妙招。完蛋了，没能碰到黄球薄边，那这个力度很有可能直接被罚自由球。还好啊，还好啊，这应该没有自由球。出于天生的球感，火箭立刻发现这是自由球。老杨也一如既往的严谨，立刻拿出红球来辅助判断。老马也俯身仔细观察，但是当局面对火箭越来越有利的时候，他的表情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因为自由球是自己主动提出来的。而开局时候的老马又那么绅士的主动承认犯规，如果因为这个判罚拿下最后的胜利，
那他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心安。但是现在裁判已经给了判罚，言语上说再多也都无济于事，所以火箭只能凭他过硬的技术，强行制造一场抢黑大战。男人间的胜负必须光明磊落啊！那这个结果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这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是。火箭第一次看向计分器，此时只要打到篮球就可以超分的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算分，因为这样的局面留给他，根本没有任何失误的空间。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计算如何才能延分，需要在哪一颗球失误，弥补一下刚才自己脱口而出的不仗义。这黑球对于奥沙利文来说是没有用的，根本就不用打到那儿。你看这球，这你说是运气也好，还是这球形就到这儿也好啊，开飞球也到位，那威廉姆斯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没有任何的机会了啊！这样的话，现在是延分状态，还是9比10，其实是9比10连胜4局，对吧？一黑，哎，延分了。中带老王子不仅打丢了最擅长的中带，而且还故意给老马露出他拿手的长台，不愧是历史第一人，连喂饼都喂得如此丝滑，不知道老马愿不愿意接受这份心意。这中带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啊，这已经完全在奥沙利文的射程范围之内了。马库雷姆斯再次有上手的机会，打完就完了，努力。硬邦邦的准度，老马不仅是世上最准的男人，而且一准就是一辈子。其实这颗粉球难度也不小，但对于马叔来说，一切都在火力范围之内。看火箭这悠闲到水的神情，抢黑大战已经板上钉钉。他对马叔准度的自信，甚至都超过了老马本人。有准度啊！好的，哎呀，这看就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到这个位置就已经没问题了。没有问题，顺利延分。看看火箭阴谋得逞的满意，7-5-3节互相较劲了一辈子，更是互相尊重了一辈子。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对手，火箭也不会有这么高的成就。威廉姆斯是干过那种真黑直接就是上手就直接踹进去事儿的，对。这个局面下应该不敢这么冒险吧？没错，就是真爷们儿啊！这其实就是在往里打的。这就是老马的初心。既然你敬我一尺，那我必须还你一丈。既然要来真男人的较量，那就直接装上刺刀，干就完了。奥沙利文啊，奥沙利文也有机会去往下打，来看一下下球点，刺激我们一下好不好？放手了，这边上下分其实还有一点点难度啊，飞球要对，这问题，这只能分一边啊。没有问题，翻带防一定是宁高勿厚，这一杆火箭肯定没法强拼，看看究竟是谁会先露出机会。非常理性啊，奥沙利文，接着防，非常理性，对。赛点之下，两个球打得很稳。哎，没看明白是勾还是薄啊？这就彻底完大了，简直就是一个白送。可以提前恭喜火箭晋级。对于这两个老宝贝的绅士行为，你更喜欢谁呢？奥沙利文绝杀的机会。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奥沙利文顺利的晋级。在下半季对手将会是马塞尔比。他叫。这是火箭最不想打的比赛，明明只是用裤裆擦了一下球杆，不仅要被女神冤枉在耍流氓，而且面对塔布的一击警告，甚至赛后还有可能会被罚款。火箭的委屈此时全部写在脸上，真是万万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我是这个形象，那就只能把这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在这个乱局之上。这是2013年世锦赛，满桌散落的红球不是贴补，就是互相牵制，而且6颗彩球就有5颗不在点位。但是天才就是天才，1年养猪的休赛期，不仅状态没有丝毫下滑，而且刚一回归就先从世界第一手里抢下大师赛冠军，紧接着世锦赛也是轻松夺冠。如此前无古人的壮举，除了火箭，就只能是奥沙利文。绝了！中低杆的右塞，母球带着强烈的旋转，完美校位黑球。这个局面也只有将黑球复活，才能有继续为球上分的可能。注意看火箭在擦拭球杆，而他这样的动作后面还有很多次，也许是现场太过潮湿，也可能是太久没有比赛。总之这次被自己的女神冤枉，火箭确实心都碎了。Blue to play after the next shot. Let's see where he's positioned to cue ball. You could play a little cannon, get into play.
真的是不服不行。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杆打红教篮，母球一个毫米级的精准落位，中间这个互相牵制的球队也就瞬间豁然开朗。火箭处理乱局的思路真的是无人可及。 It's amazing. Just that little nudge of the red has opened the frame up completely now. 45 ahead. Should secure the opening frame from here. Thirty.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已经是第4次摆弄球杆了。好在世台联最后并没有罚款，不然本来就缺钱才回来比赛的火箭，一不开心就真的不玩了。而休息区的小特就更加无辜，作为自己从小到大的偶像，他自然比谁都更加清楚，受委屈的火箭火力全开会有多么恐怖。 Yeah, changed his step after his first round match. He wasn't happy with it. Tiny in his second round. Stanley Carter. Frame safe. 49. 50. 好球，完美解决2颗贴裤足球，现场观众也是彻底。 Looks as if he's going to carry on as he did against Stuart Bingham. He looked in fine form. 视觉效果直接拉满，但是球运实在有点欠缺，剩下的2颗红球都难度不小。看看火箭还有没有继续清台的欲望。很可惜，打丢了难度很大的中锋。很多球迷都说这是因为火箭心里有数，只想赶紧打完比赛然后回家。兄弟们，你们觉得呢？ He's made a break of 65 and he takes the opening